进入尾声，收复台湾开始提上日程。从蒋介石咬牙发誓，到民间热血沸腾，再到差点被国际托管截胡，这场光复台湾的暗战，惊心动魄，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。从孙中山开始，收复台湾就是革命目标，但早期军阀混战，有心无力。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。蒋介石在1938年的国民党大会上直接摊牌，日本拿台湾当跳板侵略我们，国父孙中山早看穿了，必须恢复高台，巩固中华。此话一出，台湾热血青年们沸腾了，于是纷纷跑回大陆搞抗日团体，台湾抗日复土同盟、台湾青年革命党，名字一个比一个燃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，中国对日正式宣战，最关键的是，宣战书里明说了，所有中日条约一律作废，这意味着马关条约中国不认了。1942年，在彼时的陪都重庆，搞起了超大声势的台湾光复运动。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喊话台胞：解放就在眼前，再过2年，你们一定能回家。冯玉祥格局更大，他呼吁：光复台湾不光要中国人努力，而且是26个同盟国家共同的责任。希望英美及其他盟邦积极准备，以大量空军及海军增援中国，配合中国陆军及台湾革命运动，拦腰痛击日后的军事行动。当时台胞在大陆的重要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已经急得不行，直接上书国民政府说，宣战后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了，求赶紧成立台湾省政府吧。因为设了省，国际上就不能把台湾当殖民地看了，国内还得给台胞增加参政名额，让祖国听见台胞的声音。国民党高层当场拍板，这要求太合理了，赶紧设省建政，搞军队，给参政名额。国内民意沸腾，国际上1943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也开始背书，中美英3国大佬一起拍板，战后日本必须把东北、台湾、澎湖群岛还给中国。老蒋在1944年元旦讲话再次强调，抗战目标就是解放朝鲜，收复台湾。然而，眼看胜利在望，台胞和爱国人士却嗅到危机。1945年，旧金山会议又冒出个国际托管制，美国有人要求继续统治用美军生命换来的若干太平洋岛屿。台籍大佬李万居听闻之后，急得跳脚，直言：开罗宣言都1年多了，台湾法律地位、台胞身份还没定下来。中央别犹豫了，赶紧向全世界宣布，台湾是中国的，台胞是中国人。这焦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只是抗战尚未胜利，台湾尚未光复，国民党政府还要忙着在大陆打内战，精力有限。而关于如何接受台湾，出现了2派意见。一派认为台湾只是可有可无的海防前线，稍安勿躁；另一派呢，他们垂涎的是台湾为遍地黄金的新殖民地。正是当时这些不同的声音，也为日后接收时发生的冲突与问题埋下了伏笔。